買了這麼些東西，爬他媽6樓，这爹現在睡得跟死豬似的，連門都敲不開。我去！我要天天跟他生氣，我都活不了。我有時候也尋思，別跟他一樣，萬一我火了呢？我得保持健康啊。但我又一尋思，就他這個活法，我得走他撿的。我比他大1歲，他得比我多活30年。那他媽便宜不還是讓他撿了嗎？又聞味醒的呀？要不是我也沒吃飯，我絕對跟他拿東北大抽醬炒。真的，我是萬萬没想到啊！俩人在家，我還得他媽咬着手機拍。哎，你把那個土豆泥給我倒了，这去。你幹啥呢？你不要我整土豆泥嗎？你当然，你嘴裡嚼的啥呀？胡啊！你可太他媽惡心了！酱蛋、辣五、QT， 用膳吧，爹。吃飯了，哎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下午2点半，你刚吃完早上饭。我晚上睡不着，你这闲的。是，我也想了，我晚上應該出去跑1小時，但是我能堅持5分鐘嗎？姑啊，你兒子都楼了，還不要老二嗎？竟然更新幾個速成菜，看起來不簡單，但其實很簡單。趴被窩裡偷摸學，過年驚豔一下全家啊！先來一個紅酒燉牛肉，焯好水，牛肉下點油，下點薑，炒1-2分鐘，然後下胡蘿蔔、洋蔥塊，簡單扒拉扒拉，1小勺的番茄醬，糖鹽、黑胡椒碎，炒個底味，放一個切塊的柿子和1塊黃油，再來大半瓶紅酒，珐琅鍋燉2小時。出鍋之前調着鹹淡就完事兒了。紅酒選便宜的就行。我這好像是參加我老丈人婚禮順回來的。再來個椒鹽皮皮蝦，把扎手地方都攪下，然後撒點玉米澱粉，抖成這個樣就行。等油冒煙了，下鍋炸1-2分鐘，熟了就撈出來，然後讓油再燒冒煙，再炸30秒，留非常少的油炒青醬油蔥末，把皮皮蝦倒回來，就撒很多的椒鹽就完事兒了。要是過年家裡吃飯人多吧，可以來個年夜飯大禮包。我這個是588套餐，相當於人均70多塊錢，我也不用費啥事兒就能整一桌子，而且好東西還挺多的，有這個大廚級的佛跳牆，還有花雕大閘蟹，這個黃的非常滿，這個整條的烤鳗魚也特別入味。其他的菜簡單配顏色就非常好了。反正我覺得吧，這東西在家就是很方便，過年串門拿着也挺有面子。然後我二大爺最近有幾顆牙情況不太樂觀，可能又不行了，我給來了一個口蘑湯，還做了一個蒜蓉龍利魚。但這菜吧，簡單是簡單，但有個毛病，就是他媽費飯的。來吧，上家的佛牆、大閘、粑飯、紅甲、爆肉、烤鰻、蒜蓉、剁魚、蘑湯、参粥、紅牛、椒皮。完，今天这不都速成菜嗎？吃飯也早。我奶說多少時間都沒撈着玩了，咱們抓緊娛樂娛樂。你不吱聲，你看誰？吃饭主食我咋呢？你这嗨，玩赖了，这是。我怎么这玩赖了？那你不要玩赖啥？人家到这儿就不吱声了，你。不是，就他說了，他也沒吱聲，我也沒吱聲，你這。那他不吱聲，你就不要唄。我奶最後10分惜敗，又是一個不眠夜呀。我自從買了這個蛋堡機，我就一直琢磨怎麼才能讓這個3元蛋堡更實惠。今天找到答案了，這9個蛋堡我塞了2斤肉餡。從這一刻開始，它就不能叫蛋堡了，它只能叫肉堡，因為此時此刻雞蛋這種小角色已經不配再佔有50%的名字了。完，喊我們同學來吃，他還帶2隻龍蝦來。我一看這家伙行啊，我把龍蝦肉取出來包蛋堡裡了。我敲李哥，我從來沒吃過這麼好吃的蛋堡，可鮮亮了。完，剩下的肉讓我剁不剁吧煮粥了。其實還是龍蝦蛋堡更好吃。等我前2天不是剛扒了300只螃蟹嗎？我現在一聽取肉這倆字，血壓升的比噴泉還快。然後家裡還有點前女友自己做的烤肉蘸料，一直也沒捨得扔。昨天讓他對象幫我買了點齊齊哈爾烤肉寄過來了，這份燕翅裡還帶了一塊豬肥肉，這就很齊齊哈爾了啊！我跟他對象也算是忘年交了。我這幾次找他幫我買肉，我算品出來了，這人能處，回回都不管我要運費，完還非得送我幾片大腰子。今天又整3袋，怒送15片，這是真想讓我該這是。完，我們同學拿另一隻龍蝦讓我用空氣炸鍋炸了。這個美的超嫩粒這鍋有點東西，它有個水箱和4段黃金鎖嫩程序支撐它的鎖嫩技術，相當於你們人手一支補水噴霧，實時補水，所以它烤完的肉又緊實，汁水又多。然後它還有個玻璃窗，要是怕糊的可以趴着一直看。還有好多這種一鍵菜譜，就是它完成了一件什麼事兒呢？只要你捨得花錢，他們就能讓你安心在家當廢物。來吧，吃香香了。本來想簡簡單單吃個3塊錢蛋堡，結果整出一桌肉和一桌人來。這期還是烤肉，我們原來都一天往返600多公里開車去吃啊！我是萬萬沒想到，托前女友的福，居然在家就能吃上了。我得抽空琢磨琢磨，那些老錢的現任現在都忙活啥呢？看看還有沒有像這樣能幫忙的新老結合了。1、2、3，來，葉宇航。
我最近特別想吃豬肉脯，但是我看外卖的好多配料表上都有鸡肉，而且含量是未知的。再一個肉脯都是肉泥做的嘛，我還怕他們用的都是邊角料，所以我跟人拼了1頭半的豬回來。我想看看這100%豬肉含量的豬肉脯在家做成本是多少錢一斤。然後我研究了一下市面這些產品，我發現最優質的豬肉脯應該都是用肉片做的，而且工序非常複雜。我們研究了2天才整明白怎麼在不加澱粉和食用膠的情況下，把這些小肉片最後能烤成一整大肉片。這中間試錯了無數回呀，有一單因為風乾時間太長了，烤完吃一口差點沒給牙崩掉了。但這肉光切片也不行，因為豬長得並不隨人願，一條豬腿上適合切片的肉其實就那麼幾塊，所以我又研究了一下碎肉是怎麼做肉脯的。我發現好吃的關鍵是肉馅得剁，不能绞，這樣才能保留更多的顆粒感，並且在捶打過程中讓肉自然的產生一些胶質。這70多斤肉我們整整剁了1天，給耳朵都震聾了，然後還得再調味攪勁兒，幾天都沒咋睡呀，那只能說是功夫不負有心人。終於在第3天的夜裡，我們成功給我弟幹出高血压來了。後來說讓老嫂們先歇一分吧，正好一起開個箱。我最近錄的視頻太多了，手機內存都不夠用了，就新換了個 OPPO Reno 9 512G 的大內存大容量，以後終於不用在拍新視頻之前先清一遍手機內存了。而且這手機用起來特別流暢，16G 的大運存，用4年都不卡頓。然後這肉馅需要給它擀成整張的形狀再烤，但是最經典的金錢幣形狀我们沒買到模具，就又嘎了一根家裡的水管。不過這純手工的金錢幣效率實在是太慢了，我們拍了1宿才拍了300多個，給我拍的直恍惚。我寻思這不經典款嗎？怎麼幹出一種限量款的感覺呢？這肉脯據說最正宗的做法要低溫慢烤10小時，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這麼烤正月能吃上就算燒高香了。所以我買了個烤燒餅的大烤箱，我打算先用烤箱給它烤到8分熟，然後再上炭火。這大家伙一來，那效率一下就上來了。而且我試了一下，這麼烤和純炭烤的在味道上也沒什麼差別。後來炭烤的時候我還加了點果木，這肉本來就是鹹甜口的，現在又裹了一層果木煙燻的香氣，這吃一口口感可太豐富了，感覺滿嘴都是香味。然後我算了一下，因為在家做不用考慮邊角料的損耗，最後它的成本合到42塊錢一斤。這肉脯我們後來又晾乾了1天，現在它油汪汪的又特別有嚼勁，吃這個太爽。特別是最後把肉脯嚼成肉渣之後，在嘴裡嘬吧點油和味兒，這時候再抿上一小口熱水，我天，絕了朋友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東北人都這樣啊，就是我哪怕天天喝酒吃肉撐得根嘎的，但我有2、3天沒吃米飯或者面條，我就覺得我這胃裡空落落的。我現在呀都他媽快控制個3室1廳了，我尋思這可不得了，我這得趕緊做點下飯菜啊，這他媽再控2天控制個別墅了，上哪兒起房照去啊？這2個絕對是最樸實的下飯菜了，不用放肉，也不用整那些花里胡哨的，就直接連着湯汁扣在大米飯上。這飯碗你最好端起來扒了，那家蹭一嘴大米粒才香。但我還有個習慣，我要光扒了不动筷子，我手刺挠。我总覺得這飯稀里糊塗就吃完了，我就又烹了個鍋包肉，其實和蒜瓣和榨菜是一個作用。順道呢又拔4個地瓜，本來我寻發朋友圈用的，但是拔成这奶那樣，下回再見吧咱。要說下飯還得是咖喱，但我得說2句，我可以接受㧟一勺沒有肉只有湯，但我不能接受食堂㧟一勺全他媽土豆塊的做法。你這麼整，你可真不拿米飯當玩意兒。最後扒了一個台式菜，沙茶牛肉空心菜。哎呀，台式，我怎麼有點想我廣式老丈人了呢？來吧，吃香香了，沙牛空、鍋肉、紅綠燈、油煎、寧波、八卦、嘎牛，就這一桌菜呀，我整整燜了2斤米。我倆開了個局，就是今天吶，誰吃的少誰刷碗啊。